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8月4日。呢個星期最多人討論呢，就係奧運劍擊金牌得主江文蔚呢，就係嗰個政治立場啊，好多黃營 KOL 呢對佢群起而攻擊。其實我會員影片解釋咗啦，我認為係唔需要呢對佢或者對佢呢一類人呢群起而攻擊嘅。即係 Michael Sandel 啊，一個哈佛大學嘅哲學系教授啦，咁佢就解釋過民主最重要係辯論。點解？因為呢，你支持普世價值嘅人呢，其實喺理據上係可以完全徹底擊倒咧支持專制嘅人嘅。即係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啊，就係譬如話而家習近平時代啦，哎呀中國咧好偉大啦，經濟建設好好啦，好多人咁講噶嘛。好似最近咧嘅全世界機場大混亂，我係受害者嚟㗎嚇。咁我有機會再同佢解釋下點解我係機場大混亂嘅受害者。中國獨係冇事喎，咁中國係好厲害啦，好多基建啊各方面咧都係好偉大。咁咧啲人就會成日咁講喎，咁係喎，呢個可能即係首先可能係事實啦，我哋假設佢係事實先啦。咁呢個都唔能夠證明專制係好過民主喎，因為人類用咗幾千年歷史話俾我哋知，專制咧大部分時間治亂興衰，治咧係佔少數，而每一次咧用專制制度咧亂嘅時候咧，死嘅人咧係會以天文數字嘅，以中國近代史為例啊，太平天國運動啦咁啊有幾千萬人口死咗嘅，而呢個嘅共產黨上台啦，又係以幾千萬人口死咗嘅。咁呢個呢，喺民主社會呢，可能係好弱嘅積弱嘅政府，係咪？民主社會可能係好混亂嘅。民主社會呢，選出嚟呢，譬如話英國脱歐又唔脱歐，咁大家意見就爭持，搞到英國嘅經濟僵局喎。咁加稅唔加稅加唔加 NHS 人工，加唔加呢個嘅教師人工，又係有一個好大嘅混亂喎。咁民主係好混亂嘅，但係民主呢，就可以盡量避免呢出現咗頭先所講治亂興衰亂嗰個社會困局啊！咁呢個係最大嘅分別嚟啦。咁所以人類用咗幾千年證明咗專制咧，大部分時間不堪喎。咁但係而家咧有啲人咧用少數時間，哎呀睇下邊個而家執政睇下幾好啊！佢就忘記咗幾千年嚟嗰種咧不堪喎。呢個就係典型嘅以偏概全啊嘛。咁所以點解我哋話唔需要攻擊藍營嘅人？藍營 KOL 就會話咧，英港人啊敗走英國啊，好羞家，好可恥啊！佢哋係冇內容噶嘛講嘢。咁我哋咧就用內容去取勝咁我會員影片咧，再從抗日戰爭啊、東史郎日記去解釋咧，點解唔需要攻擊啲基層嘅人嘅？基層唔同意見嘅人，即使係日軍侵華，佢有份即係屠殺嘅，但係你盡量攻擊咧，就係攻擊咧上層嗰啲人，因為你攻擊下層嗰啲人咧，你只會鞏固到佢對你嘅仇恨，令到自己更加悲慘啫。毛澤東思想又講得好嘅，要團結一切可團結之人呢個好重要，要團結一切可團結之人。咁 anyway 咧，我哋就解釋下啦。有興趣去聽下我個會員影片所講嘅內容啦。我哋今日解釋下咩呢？江文蔚嘅學術論文嗱，佢係史丹福大學畢業啦。史丹福大學係世界上一流嘅大學，但係佢去咗咧人民大學咧，叫中央黨校嘅第二黨校咁就係讀碩士，寫咗一篇咧54頁嘅論文。咁我自己作為一個論文導師啦，碩士導師啦，咁我睇呢篇論文呢，就馬上可以下咗個判斷啦。呢一啲呢，就叫做揾食嘅論文。咩叫揾食嘅論文呢？即係譬如話你喺呢個嘅文革時期研究下毛澤東指定接班人林彪的政治戰略林彪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戰略家、軍事家、理論家是毛澤東思想的擁護者。咁咧你就可以寫一篇咁嘅論文啦，然後咧就可以攞到好多獎噶咯，因為林彪當時當權啊嘛，然後透過林彪嘅論文宣揚下毛主席嘅偉大。咁呢個咧就叫做揾食嘅論文啦。揾食嘅論文咧係可以攞到基金啦，可以咧加入黨嘅事業幹部單位咧，但係個風險好大喎。林彪一下倒台，你咪死啦！我都話以前識一個學者，佢同我講咧，佢申請國家社科基金，就申請咧論周永康嘅法治思想，結果周永康幾個月後咧就入獄啦。咁係好多嘅胡耀邦啊、趙紫陽啊嗰啲下台。咁咧佢寫一篇論文咧，叫做咧透過佔中事件反思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嘅完善路徑。2021年啦，呢個就為當時完善選舉制度造勢嘅一篇論文啦。咁但係呢，因為習近平時代就係要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啊嘛。如果下一個領導呢，佢換咗路徑嘅，咁呢篇論文咪變成垃圾論文咯，咪變成周永康法治思想啊、林彪接班人嘅政治路線啊，咁一樣道理嘅啫喎。因為佢係冇內容嘅喎，呢篇論文係。咁咧，但係大陸呢，點解會俾佢通過呢個論文？第一，政治正確啦。第二咧就好明顯咧係
如果有背景嘅人呢，譬如話啲官員或者國有企業高層嚟讀碩士，好多時候佢哋會中意粉飾自己嗰個背景啦，讀個碩士博士啦，咁咧就會寫呢一類題目啦。呢類題目咧就好易寫，佢54頁咧，我睇如果俾我寫咧，我大概5日到寫完啦呢篇論文嚇5日，咁你修改埋再多5日，10日前後一定係交到功課㗎啦呢篇論文。因為我睇佢嘅參考內容咧，佢個 reference 裏邊，佢只係引用咗3篇外文嘅內容2篇啫，嚴格嚟講，喂。一篇研究香港歷史、法治歷史嘅，竟然咧冇任何嘅英文嘅 original sources， 一篇都冇喎，法庭文件都冇喎，一篇係咪啊？你一個法學學位，一篇法庭文件都冇，即係引用咗2個外文嘅資料，嗰啲都係啲好舊嘅資料嚟嘅。一個歷史檔案文獻都冇，咁所以如果你俾我做碩士導師，如果佢唔係一個有背景嘅學生呢，咁一定係唔通過先。第一，即係純粹以論文啊！咁我而家手上就有佢呢篇論文喺度啦，得2個外文資料，大家可以睇下啦，即係得2個啫。最後第6嗰度2個外文嘅資料係不能接受嘅，純粹講資料。第二呢，就係喺嗰個一開始第一部分啦，嗰啲叫研究背景嗰度。研究背景呢，作為一個碩士論文呢，必須要有一個嘅研究綜述，佢冇。如果作為一個碩士導師，一個論文評審委員，我而家喺大陸同埋而家喺英國我都係碩士論文委員啊，都係一定唔合格嘅，冇可能合格嘅0分嘅，因為你一定要研究翻前人研究嘢。碩士論文呢嗰個重點呢，就係你有冇發明啊，你要研究人哋研究過嘅嘢，然後提出人哋唔同嘅觀點，呢個就係你嘅碩士論文嘅貢獻。又或者第二樣嘢，研究一個從來冇人研究過嘅題目，然後提出自己嘅貢獻。你至少有2個原創性裏邊咧，二選其一，所以你一定要有研究綜述下以往有咩人做過呢個研究。你即使敏感咧，唔研究西方人點研究香港嘅法治制度，你都要研究大陸人啦，點樣講啦，基本法啦，佢冇喎，佢0喎。所以作為一篇學生嘅論文咧，2021年佢係史丹福畢業，而家中文大學讀緊博士學位法學博士，但係呢篇碩士論文咧係0分嘅，咁所以我只能夠係即係下結論，呢個係走過場嘅論文嚟嘅喎，係即係有背景人士啊、領導嘅嗰啲子女啊，或者各方面嗰啲論文嚟嘅咯。如果唔係咧，係唔會俾佢通過㗎。我係碩士評審委員咧，一定係唔通過嘅。即係我哋以文論文啊，就係因為冇2樣嘢。第一，參考資料只係得2篇英文，呢個第一唔會通過。第二，冇原創性嘅發明咁而呢個嘅第三，冇呢個嘅研究綜述。第四呢，佢揾嘅資料呢，大部分都唔係原始文獻，都係啲2、3手嘅資料。咁呢個不能接受。咁佢嘅結論係點呢？從2014年佔中事件到2019年嘅修例風波，一連串嘅政治事件呢，導致一國兩制嘅實踐呢係失衡喎。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呢、安全同埋發展利益，喺止暴制亂啊，恢復法治秩序，中央有權力、有責任根據憲法和基本法咧，完善香港嘅選舉制度。即係佢就係基本上呢個叫黨八股，就係用咗黨嘅定性。咁黨定性呢，就係冇學術價值嘅。正如頭先我所講，對一件事件嘅定性呢，黨嘅政治立場係會不斷改變嘅。咁所以到下一個領導上台嘅時候，如果對呢個政治事件立場改變呢，呢篇論文呢就係即係喺故紙堆啦，垃圾啦，冇學術價值嘅。因為作為一個論文嚟研究香港法治制度唔緊要嘅，你可以係好藍嘅，可以係完全提出咗呢個嘅止暴制亂係好嘅。咁你要反駁啦，你要引用西方嘅理論基礎，然後就反駁解釋點解西方呢套不能夠用於中國。譬如話西方講呢個嘅法治係要有選舉權同埋被選舉權，呢個亦都係佔中時期嘅一個口號啊。你要解釋點解被選舉權係唔適用於香港，唔適用於中國嘅，而西方呢套點解會破產嘅？你要喺理論基礎度引用美國嘅政治憲法、法國大革命講嘅人人係生而平等嘅，然後你要解釋下人人生而平等點解香港係唔可行啊？點解中國唔可行啊？我可以幫你解釋啊，因為呢，中國係實行咧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制度，而社會主義制度呢，係必須要假定呢，係由少數嘅先進階級分子去領導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如果每一個人呢都有均衡嘅選舉權同被選舉權呢，就會忽略咗由少數嘅精英分子、先進分子掌握真理的先鋒隊
去完成偉大嘅社會主義領導啊嘛。儘管基本法定明香港咧係不實施呢個嘅社會主義制度嘅，但係咧必須要實行咧由社會主義制度憲法底下嘅國家去治理嘅一個框架，因為咧特首係必須要向中央負責嘅，所以咧都係要由少數先進階級咧去領導，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即係如果俾我去指導咧，我就會咁樣教佢寫啦，而唔係咧純粹黨八股。哎呀，止暴制亂啊！香港嘅選舉咧係被騎劫啦，俾啲少數嘅西方反華分子、反中聯港呢啲完完全全係港澳辦、中聯辦、人民日報嘅水平，你只係照抄一次人哋講嘅嘢啫。所以呢篇論文作為一個學術論文，我認為係不合格嘅。即係以文論文，我對江文慧係唔會攻擊，亦都唔需要攻擊。我認為唔同政治立場，請用文明說服我去辯論。我快讀咗一次。我作為一個而家喺英國倫敦大學嘅一個碩士評審委員會嘅導師即係嘅工作人員，research fellows，senior research fellows， 曾經係中國大學嘅碩士導師。咁我就好中肯地話俾大家知，呢篇論文係不合格，除非佢有特殊背景，有領導推薦。咁但係都唔出奇啊！佢曾經講過話想入聯合國工作㗎嘛，佢嘅 CV 咁靚，史丹福大學奧運金牌嚟香港，而家下一屆分分鐘選立法會一定係越贏啦，然後再派去經貿辦幾年係嘛，然後再入埋聯合國，話唔定咧就成為下一屆咧香港領導人甚至乎國家領導人嘅接班人嚟㗎咯。呢個係不出奇㗎嘛，所以我就話攻擊佢冇意義嘅，你攻擊佢只會加痛咧自己嘅痛苦，團結一切可團結之人。但係對於佢嘅文章，對於佢嘅行為，你就可以用文明說服佢，至少說服唔到佢，都說服佢一啲嘅支持者同粉絲。所以如果你對我呢篇演講有興趣嘅話呢，亦都認同嘅話呢，你可以 share 俾你嘅朋友啦，share 俾佢嘅忠實支持者。咁呢，我哋用文明去說服對方。睇下個背景幾靚。我而家呢已經休息咗10幾日啦，佢身體咧都復原咗一大半，所以即係呢排我會恢復翻拍多少少影片啦，係咪啊？咁旅途期間咧有啲時間，即係抽1個鐘頭出嚟，都係同大家分享下，都不亦樂乎啦，好嘛？今日講到呢度啦。關於機場嗰個大混亂咧，我真係深受其害。有機會我再同大家拍個影片咧，再解釋下同苦，亦都對即係英國嗰啲生活即係有啲吐下苦水啦。Anyway，今日講到呢度，拜拜。